他站在男厕的门口里面，然后他没有穿底裤，他的小鸟跑出来。小鸟。Hello， 欢迎收看 Kaki Chat， 我是信，我是佘，我是 Alex， 我是 Isaac。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很重要但是也很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性骚扰。所以性骚扰呢，不管是男是女都会遇到。所以今天真的很感谢你们那么勇敢的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所以你们觉得什么算是性骚扰呢？我觉得让你不舒服的时候就算性骚扰。我也是觉得这样。然后我觉得可能最明显是，如果他们用摸的或碰，其实我觉得可能你说的话也都那些也都算了。对，我也是同意他们说的那些几点。是被跟踪，不懂算不算性骚扰嘞？我觉得算嘞，算了。我觉得算啊，我觉得更危险。可是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只是跟着你回家而已。他知道你住哪里啊，你不知道他后面要做什么。对，对啊对。对哦。等下半夜你在睡觉的时候，他敲你窗口。哦，我爸爸是 commando， 我弟弟是 regular。如果你们要来我的家，你们小心一点哈。可是我觉得就是定义上可能真的很明确的可以分清，这个算是性骚扰。可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那么明确的可以分清到底什么算是性骚扰，对吧？那你们觉得会很难分清什么算是性骚扰吗？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会吧，因为可能对有一些人，他们就说我这样碰你一下，碰肩膀什么，那个可能对他们来说不算。就有时候觉得会比较难分清，就是他们真正的 intention 哦。因为我是一个舞蹈者嘛，所以我那时候有表演啊，然后后面那个表演完，对吗？我们有个 after party， 对吗？所以就大家人就这样一直聊天，然后有很多那种像 higher up 的人有下来嘛，所以我们有跟他们聊啊。只是后面就是有人他 approach 我了，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天，然后我觉得很正常，还 OK。后面他 suggest 我们就一起去一个酒吧，然后就我们这样一个团体一起去，然后他就要我坐他的车，他说我要坐在前面啊。我2个朋友本来有一个朋友他要坐前面的嘛，他说不可以，我要 Alex 坐前面，然后我就有点奇怪。可以点名的，我要 Alex 坐前面，我也是要坐前面，坐前面比较舒服嘞。对，所以我坐前面的时候，对吗？本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说可能他就是比较 comfortable， 他就这样在手放在我的大腿，对。然后我觉得 OK， 有点奇怪吧，还 OK 嘛。后面我朋友有拿出一袋软糖，对吗？他没有问他直接这样抢过来，咬一半然后塞进我嘴巴里。你看，他就一直这样塞进我嘴巴里，然后我就Oh my god， 我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然后故事还没完，到了酒吧，对吗？哇，更糟糕。他就开始摸我的大腿啊，然后他还摸我的耳朵，说我觉得你戴耳环不好看，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拿掉，这样。会骂他吗？哇 ，OK， 因为他是那个 higher up， 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是很害怕的嘛，所以我就有点不敢，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会影响我的就是后来的工作，还是更糟糕的会不会影响我朋友的工作，所以我就当时就不敢讲出来。然后后面我到家的时候，对吗？他还继续一直打我的电话，我不知道他怎么拿到我的电话号码，但他一直打电话给我。我就觉得因为有那个 power play，就很难说出来嘛。我就觉得哇，当时我只是想到哇，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做什么。我懂要怎样应对。如果人家碰你的大腿，说你这样不好意思，我有洁癖，不要让动我。这样不会尴尬吗？又好笑的，然后你们就来哈哈哈哈，来拉啊！那你有试过吗？没有人敢动我啊。如果拍照的时候他们很像搭肩这些，我觉得是 OK。可是如果拍完了还搭着，然后就我有一个秘密武器，我教了很多朋友啊。如果你们觉得很像那个人搭肩的时候你不舒服的话，你就转一圈。所以你转一圈，等你哈哈哈，转一圈，然后继续跟他聊天这样。我只是要跳舞一下。但我觉得在那种有肢体接触很多的领域里面，会更难判断什么到底算是性骚扰吗？因为我之前有去泰国，就是做一个全身按摩的时候，他们就安排了一个男性的按摩师给我，但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我就同意了嘛。然后就进行到全身按摩进行到一半，然后他开始按腿的时候，他就一只手放在我的私处，然后另外一只手去按那个腿，然后我就当时因为挺年轻的，我也不太清楚这个算不算是一个正常的操作，因为我也不懂就是全身按摩到底是不是应该有那样子的接触，然后我当时就很怕，我也不敢说什么，因为我怕误会他。不然我刚刚开始说我也是怕，所以我现在 feel so scared for you。Oh my god！ 你是发生了什么？我就在按摩的时候，那个男的他一直摸到那个私密处的时候，他就一直来回那边都按完大腿了。Oh my god！ 我现在整到我都他就一直在那边来回，我就想。惨了，是不是我自己心理作用？因为按摩就是这样的吗？如果是我去很多地方按摩了，然后我就
回家我在那边自己哭，我又不懂要跟谁讲，我又不懂应不应该去报警，因为我都没有证据吗 ？Oh my god！ 哎，我们。如果我觉得他按到我哪里，我觉得不舒服，对吧？我就直接讲哦，可以不要按这里，我要按我的背这样。很排谁？你跟他讲的很像，等一下他觉得很像。中文你觉得我非礼你咩？没有，我没有说像是非礼，我是说哦，你可以帮我按一下我的背吗？我现在背有点酸，不要按这里了。对，也是 personal trainer 对吗？所以在你的领域里面，是不是也是有很多肢体接触？一定需要有 ，but 就是 there's a inappropriate type， 还有 appropriate 的。就是 if I'm trying to show you something， 然后我就可以摸你的for example， 我要训练你这个部分，对吗？我觉得 OK， 说这边你的感觉是你边拉的时候就是这边 for example， 对不对？我不会去摸来 under arm， 你这样来，我会抱住一点，不然就推住一点啦。我的故事是那时候我是跟一个 client，but halfway through the session， 他就是直接去拍我的屁股，but 不是一个很 I mean either way is gentle or not is wrong，OK，but 他的 tap 是抓住的，所以他一拍然后就抓一点。And it's like in public area， 吧，那个时候就是 that 部分 of 那个 gym right， 没有人，所以就是我跟他。end of the day 我就 text 他，我跟他讲，你要 watch 你的 boundary， 因为 end of the day 这个还是一个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嘛，你不可以这样摸我。但是被摸的时候，你有吓到吗？有，就是 that's when I realized right， 原来 because 以前很多女孩子跟我讲，我在喝酒的时候被摸。我在学校里面被摸，就觉得 why you don't want to just confront 那个人，对不对 ？What's so difficult? But only when I was in that situation, right? When 他们摸到我，then I realize， 哇，我真的是没有话讲来真的是看住他，我也是不懂要哭要笑还是要打他这样，吧，我也是就是讲不出话。Then I realize now I know how hard is it to voice out。其实我跳舞对吗？所以我们也会就经常需要就碰女的，然后有 partner work 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会比较小心，我们就每次都会问我碰你这里 OK 吗？然后你就 make sure 有 consent。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 consent 很难，就 consent 是一个很 tricky 的东西，尤其是在 dating 的时候，我觉得会更难判断因为之前就是我有跟一个我感兴趣的男生，我们一起去泰国约会，然后当时他就订了一个酒店房间，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订了只有一张床的，因为比较便宜。然后我当时比较年轻也很单纯嘛，我就没有想太多，我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就去到酒店的时候呢，我们就先睡了个觉，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有人在摸我的胸部。然后就最初我以为我在做梦，还是我的幻觉还是什么的，可是就是越来越用力吧，他就真的是去捏我的胸部，然后我被吓醒他没有问你？没有那就没有 consent 啦。可是我就不太确定说是不是因为我同意说我们只睡一张床上，那就是代表你可能是误会我给你 consent 了吗？我觉得虽然你答应可以睡在一张床上，对吗？只是你没有说你没有说他可以碰你，所以 at the end of the day 还是没有 consent。对。可是通常他们都会怪女生，你自己要进他的房间，所以是你的问题。这样。他会觉得是女生自找的，只是进房间，我进房间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别的事啊，可以一起看电影啊，就 hang out, get to know each other 的那种感觉。有一些女生啊，可能他们就被邀请去男生的房间，然后那个男生可能就误以为他已经给他 consent 了。哇，这种男生真的是很 trash 的男生， Yeah. 对不对 ？Right， it's like 你自己会用 bad intention 去约女孩子来你的房间，对吗？But I feel like 这种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consent 很难去判断，因为只要一个女孩子来到他们的房间，他们一起 hang out，whatever happens in the room, right？It doesn't go out unless they let it go out。我本身是遇到的时候我就是不敢讲的那种然后我就会自己尝试 internalize， 然后我就真的不敢说出来。但你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吗？我这个还有上法庭的。我在一个 shopping mall 时候，我要上厕所，然后要经过男厕才会去到女厕，所以我在经过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男生，他站在男厕的门口里面，他的裤子是在他的膝盖处，然后他没有穿底裤，他的小鸟跑出来，小鸟，然后他在那边笑。我是没有记到那个 size 啦 ，but 他就站在那边的，然后摇来摇去在那边笑这样然后我就吓到咯，然后所以我就遇到那个事情，所以我当下我就想到是我爸爸在外面，我快点跑去找我的爸爸，然后我爸爸就进去抓他啦，因为我爸爸是 commando， 然后我们就带他去 security 那边，然后 security 报警，然后看那个 CCTV， 他已经在那个厕所30分钟了，然后警察查到他是有案底的，就是他有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过后我们来回去警察局3个月，那时我还在考prelim
for O levels，所以要一直来回，一直要回去那个商场，去警察局来回3个月。你报警了之后，那个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几乎每几个礼拜他们会打给你，警察会叫你下去那个商场 reenact 整个发生的事情，然后就要去警察局认一张图片，它有放几个不同的人，你要指认出是哪一个，然后又要在录口供，过后要在录口供给不知道什么很多口供，一直重复来重复去，人又要再回去那个商场，一直来回这样。可是，在当时的时候，我会想，很麻烦了，很麻烦，我不应该报警，因为耽误到我很多时间，我还需要考 O levels 这些。But even though 那个 process 很长 ，end of the day 你还是保护到很多别的人 in public。哦，对，因为他坐牢。他坐很像1年9个月的牢，所以他现在应该是出来了。现在想回是觉得是正确啦，因为那1年9个月内他不会伤害到别人。那 Alex， 你说你是不敢吗？我觉得如果有证据，我可以报警。只是我觉得我遇过的是很多就时候都是他们就可能碰大腿啊，就碰一下，我觉得很难就。有一个 case， 然后特别是有时候有那个 power play 什么的，我就觉得很不敢就说出来。只是现在回想过去，我现在可能会反应会比较不一样咯。我觉得 I learn from it 啦那种感觉。对啊，我可能会就直接他碰我对吗？我就说哦 I'm not comfortable with it 这样啊，我觉得我没有 draw 那个 boundary， 所以that is partially my fault 啦。对，没有啦，不可以讲这样嘞，不是你的 fault 嘞。很多人都会选择责怪自己 ，right？ 你觉得说 I could have done better。其实是那个人应该做得好。那 Isaac 你会选择怎么样面对你的客户的话？哦，我最近才刚放一个 clause 在那个 contract 里面，所以我的 contract 里面有写，如果你 inappropriately 摸到我 ，which includes but not limited to 什么，对吗？我就说你需要 compensate 我1000块。反正我也是有写，如果你感觉到我有这么样的碰的话，你也是可以，我是会 compensate 你1000块。说是一个 fair clause 啦，就是 on both ends， 就是好像 safe for both sides， 对不对？那Sharon，你有没有遇过比较难报警的情况？比如说来你那个认识的人啊，有一个认识的人是我的邻居。有一次刚刚好，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因为我全家都出国。然后我在出门的时候，我就那个电梯来的时候，一开门是他在里面，因为我要下楼，他已经在电梯里面了。我也是赶时间，所以我就进那个电梯，然后我就故意站得比较远一点，然后突然间我感觉到我屁股有东西摸到，不是很像摸这样，反正是很像啵这样。那我就当然我的下意识我是转头，我马上看，然后他在那边拿一个香蕉皮，然后这样，哎呦，然后我就什么东西啊？然后我要回家的时候我就很害怕，他们就说要去最近的邻里景区去报案。然后我就自己走到那边，然后我一进去那个警察局之后，我就哭，我一直哭啊！那我就跟他们讲，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很像那个人没有真的摸到我，还是什么，他只不还是什么而已，然后做这个行为而已。你要我怎样跟他们讲？我也是自己觉得可能是我想太多，然后他们就这个你要不要追究？我们可以去找他，然后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想，如果你去找他，他不知道是我了，他又知道我住哪一楼，他知道我住哪一间，他是不是会来抓我？那我就跟他们讲，我不要追究，可是你们可以警告他不要做这种事情吗？然后可以在我的电梯那边装闭路电视吗？过了几个月，他们就装闭路电视，翻新我的电梯 everything 了。看来你帮助你，他是帮这个 community， 整个联络现在有 CCTV 了，是因为你，都是因为我。那你们会担心，比如说你说出来了之后，就社会上对你有什么反应吗？以前如果年轻一点的时候，我说出来，很多人都说是因为我穿短裙。现在长大了，我觉得不是我穿短裙的问题，是那个坏人的问题。之前我在保利的时候，我要去读书，然后我在我的地铁站那边已经注意到这个人了，看到这个人，他一直跟着我走一样的 lane。本来我是要读西游九港，我就故意坐另外一边等这边的地铁站。可是这边游九港的那个 train 来的时候，我快点站起来走进去。他本来是坐这边的，还是站起来走进去。我就想，惨了，他一定是在跟踪我，很恐怖。因为游九港几个站就到了，所以我就快点 text 我的朋友，我就灵机一动，我就想 OK。
我姐姐在通电话，我要下车之前，我就 Hello， 我已经到了，你在哪里？刚刚好我在打的时候，我是录着他的，哇，你然后很聪明耶。哇，很厉害，你是不是很厉害？让我录着他，然后我就有过后事情发生了过后，我就有 po 在我的脸书，然后很多人分享，因为我说出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很多人就觉得是你自己穿短裙，你自己的衣服引狼入室是你的问题，那我就觉得我是把我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说出来，为什么人家一直怪我，变成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就有去反省一下，过后那段时期我就没有穿短裙，我就一直穿裤子这样咯。因为现在我有时没有穿这样短也是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我的穿着问题啊。哇，那你们觉得身为男生会不会更难说出口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有啦，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我说出来的时候，哦，你不是男生那种，你为什么没有直接去 confront 他，打他？你知道那种感觉。通常如果发生在男生身上的话，我听到的都是你赚到嘞，女孩子摸你。现在我觉得比较好一点，因为对我来说，就在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去跟我朋友讲的时候，他们都就给我很多 support 啦，然后他们都会说哦，不是我的错这样。我觉得可能因为有那些什么 movement 啊，像 Me Too 什么，所以真的有改变我们的想法啦。然后我觉得就现在，通常人家反应现在都是手机拿出来去拍，所以我觉得这个，然后播上网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帮助咯，去改变我们的想法。对。那你们就是对于那些遇到过性骚扰的人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的吗？要跟家人讲，一定要跟家人讲。Then you all can decide，OK，你们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个问题？Be it counseling， 或你要报警，then 你们可以选择。我觉得其实那个 counseling 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当时发生在我身上，对吗？我有可能1-2个礼拜都完全不想出门，没有跟别人讲，然后自己在家哭的那种感觉。然后后面虽然跟朋友讲了，然后可能感觉比较 OK 了，只是有时候就回想过去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真的还是有点 trauma 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需要的话 ，counseling 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你很多。我觉得就是自己要保护好自己，要小心一点，不需要真的去穿到很保守，可是尽量，如果你知道你今天会挽回的话，不要穿很短，引起人家来注意你啦。在酒吧的时候，人家给你饮料喝，不要随便喝 ，OK？ 要看着你的饮料。你去厕所也是要带着这样。哇，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今天很勇敢的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而且我觉得尤其可贵的是男生们，就是真的提醒我们说，性骚扰不只会对女生发生，也会对男生发生，而且都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看了今天视频之后，对性骚扰会有更多的了解，也更懂得怎么保护好自己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